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。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昨天比较大的新闻，就是我们的艺人大 S 在新年期间跟家人到日本旅游，那不幸的因为感染上了流感，那很快的也过世了。这个新闻其实带来大部分人都是震撼的，因为毕竟大 S 是一个40多岁，相对年轻的一个演艺界的明星。那由于他的事情，就是跟朋友会有一些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讨论，那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还是关心一下，就由于流感的疫情，其实最近也蛮严重的。那其实每年的9月、10月，我们的政府都会去释出了我们新一年的一个疫苗。那也请大家，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医院、诊所去施打疫苗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在可能年尾12月，甚至是隔年的1、2月的时候，面对着流感的高峰期，你的身体有相对可以的免疫力去对抗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这一次的流感其实是蛮多人都感染的，那感染数也蛮高的。那其实病情的状况大概也会拖到2周甚至3周才会完全的痊愈。所以提醒了大家，如果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身边的人有流感的状况，要特别的赶快去就医。那也按时的服药，然后好好的休息，因为毕竟这个流感是 A 型 H1N1 的流感，特别会造成我们病毒性的肺炎，甚至是导致了细菌性的肺炎，这个都是在治疗的状况下很不好去处理的状况，特别是对于一些长辈有慢性病或是一些幼儿的情况，所以还是请大家可以多多的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还有去提醒着家人赶快就医，或者是家人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，也赶快去一个比较大的医院去做治疗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了这个新闻的一个主题，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话题上的反思。那其实这个大阵子我也蛮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朋友去谈论到何谓生命，何谓死亡，跟你害怕死亡吗？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想法。对于死亡我不害怕，但我会觉得可惜。可惜的是说我的生命就这么短暂，那时间也不够长，就这样终结了。我还有想做的事，正在做的事，还没有完成的目标。我会认为，当我面临到死亡，甚至是在眼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可惜了，时间还不够多。那其实就是在一些人的观点里面，他是害怕死亡的，甚至是逃避死亡的，他不愿意去面对的死亡。他或许会觉得说，在平均余命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活到80出头岁。那我现在可能才20多、30多、40多，我可能还有一半的时间，我干嘛去想了这么多的一个未知的一个情况？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类的本能，因为我们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有恐惧，我们会想逃。但是对于我而言，因为我也是一些就是人生的经历，让我去了解到死亡可能是一个在眼前的事物，我可能没有我想要活得这么长的时候，我该怎么面对死亡？那这样子的一个省思，也帮助我去了解了更多的一个哲学性的思考。那像我们在20世纪初，德国的哲学家 Martin Heidegger， 他有提出了一个 being toward death， 向死而生，由死而生。其实就是说，当我们面对了死亡，我们开始的反思，正向的反思了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。
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有怎么样的积极性的时候，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真正的体会了我们的生命。那这样子的概念放到就是可能在现今的世俗社会里，比较像是说，我们该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出着我们要的样子，而不是活的是社会的期待，是父母的期待，从小到大的这样子的标准，这样的工作，这样的人生，甚至是家庭。当一个人他只活在了一个别人的期待下的时候，其实在 Martin Heidegger 这样子的概念里面，他算是一个不真实的面对的人生与死亡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消极的状况，这样子活着他的人生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我们真实的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反思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所要的吗？我们活的是我们要的状况吗？还是我们依然活在的一个长辈、一个父母、一个世俗的状况下？我们的人生每天就是这样子的，上班、下班，有财务上的累积，可能有家庭的一个建立，那甚至有一个下一代的一个养育，这确实也是一个生命的本质。但我们也要想一下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里是你要的，还是那是长辈们，那是世俗的一个概念里，社会的框架里，从小到大灌输给你要的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对于死亡的省思。那，我也是借由这样的省思来问问我自己，我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我想要做，那我也还没计划，或者是已经有计划了，但是一直因为拖延症啊，就一直不敢面对，然后一直拖着拖着，可能好几年就过去了。又或者是说，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需要长期的规划，例如，我要一个学位，那一个学位可能是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跟精力的付出。那如果死亡今天可能是因为病情或者一些人生的事故，可能是这1-2年我就得面对了生命的终结，那我还有时间去好好的这样做吗？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带来给我的省思。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分享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去想一些，就是关于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如何面对，跟我们该如何活出我们是自己要的样子，而不是一个社会的框架。那谢谢大家。